在婚恋这方江湖闯荡了好些年，我这当相亲红娘的，啥样的故事没听过，啥样的人没见过呀？就说这大龄女性在相亲市场里头吧，那面临的挑战就跟一道道关卡似的，一个接一个。那些年纪稍长些又事业有成、独立自主的女性，往往心里都揣着自个儿的高要求，在旁人眼里，有时候她们就成了难搞对象。可您要是细细品品，她们那些要求，也并非全是无理取闹，背后藏着的那是对婚姻满满的期待与理想呢。我就跟您唠唠前几天碰到的一档子事儿，主角是位典型的大龄剩女，叫小梅。这小梅啊，今年都35岁了，在外企上班，那工作能力是杠杠的，年薪也相当可观。人长得高挑，模样虽说不上是倾国倾城吧，但走在街上回头率也不低。可能就是因为自身条件不差，她选另一半的时候那标准高得能吓退一帮人。她第一条要求就是男方得有房有车，这房啊，还得是北上广深的高层精装房，地段不能偏，小区环境的好，周边配套设施的齐全，最好离他上班的地儿还不远，省得通勤时间太长。车呢，必须得是合资品牌，什么国产车、小众车，他压根儿不考虑，觉得不够档次，开出去没面儿。再一条，男方工资得高，至少要比他高，他心里寻思着，自己经济独立，找的男人总不能比自己挣的还少吧？以后过日子要是为钱发愁，那可不行。这还不算完，还有个关键的，男方必须得会做家务，不会做的直接 pass。他的理由也挺理直气壮，说自己有事业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哪有精力去操心那些琐碎的家务事儿？什么扫地、拖地、洗碗、做饭，通通不在他的业务范围内。而且他还明明白白地放话，我有自己的事业，不需要男人养我，但我绝对不做家务，不能指望我给你做饭洗衣服。您听听，这话一出口，对面的男士不傻眼才怪呢。一开始瞧见小梅这高要求，我这心里就直打鼓。现在这相亲市场竞争多激烈啊，跟战场似的，优秀的男士就那么多，早都被各方势力盯着呢。好多男士也不再像过去似的，单纯看重外在条件，脸蛋漂亮、身材好，那可不够。他们更注重的是两个人相处起来舒不舒服，有没有共同的生活方式，能不能一起经营好往后的日子。可小梅显然没意识到这点，她呀，就觉得自己是个高端产品，方方面面条件都摆在那儿，所以相亲的时候总端着，觉得自己才是主角。男方要是不符合他的标准，那就是不值得一见。那天我寻思着给他安排一场相亲，男方是个38岁的成功男士，搞互联网的，年收入相当可观。这行的工作节奏大家都懂，忙起来没日没夜的。刚开始见面的时候，男方瞧着小梅，感觉还不错，毕竟人长得还算漂亮，事业也做得风生水起，想着两人应该有不少共同话题，能聊到一块儿去。可谁知道，小梅刚一张嘴说出她那些要求的时候，男方的脸色唰的就变了。他皱着眉头，满脸疑惑地开口：“你说你不做家务，那就算了，难道我做完这些之后，还要给你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？我倒是觉得你自己有自己的事业，挺独立的，那我应该做什么呢？你是打算让我做家务，还是给你充当一个摆设？天天陪你喝下午茶，陪你看电影，陪你逛街？您瞧。”这男方也是一肚子委屈，本来想着找个伴儿，相互扶持着过日子，结果一听小梅这话，感觉自己这后半辈子得成小梅的全职保姆了。小梅被问得愣了一下，估计她也没想到男方会这么直接反驳。不过她也不甘示弱，立马就反驳：“我既然有自己的事业，为什么还要做那些琐碎的家务呢？做家务这事应该是两个人分担的，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意识，那我也没办法。”他那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屑，好像在说，这事儿本来就该这么办，他可没觉得自己哪儿不对。男方一听这话，眉头皱得更紧了，语气也变得有些不悦。既然你有事业，能自己赚钱，那我还需要什么？我找你是为了什么？找个花瓶吗？放家里当摆设？就这样一个家务都不愿意做的人，哪里适合结婚呢？这男方也是气得不轻。他辛辛苦苦打拼事业，就想找个能一起过日子的贴心人，可不是找个甩手掌柜啊。
说实话，听到这儿，我这心里就跟猫抓似的，差点就忍不住插嘴了。我当时就在心里感叹，这小梅的要求也太过分了。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误解了独立的意思，咋就觉得自己独立，就能把所有家务一股脑儿推给别人呢？刚开始男方还想着体谅她，可她这话一说，就好像给自己的人生画了个大饼，但这大饼根本没法落地啊。男方这反应太正常不过了，气愤不解，心里还透着那么点伤心。你是想要个无所事事的男人吗？我找个老婆是为了共度余生，而不是找个不愿意分担责任的人。小梅这下似乎有点懵了，她可能真没想到男方会这么大反应。她脸色开始变得有点难看，张了张嘴，想要辩解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最后只能憋得满脸通红，选择沉默。男方也没再给她机会，噌地站起身，冷冷地撂下一句：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不谈了。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，心里那叫一个不是滋味。小梅有她的想法，她确实是想找个男人能分担责任，可她这做法明显跑偏了啊。婚姻是啥？那是个平等的伙伴关系，不是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地盘。大家都想过得轻松自在，可要是一方完全不做家务，不参与家庭事务，您说能吸引到有责任感的男士吗？那肯定难啊。于是我走上前，心情复杂地对小梅说：小梅啊，或许你该站在男方的角度想想，他也盼着找个能在家庭里一起扛事儿的伴侣。你说你不做家务，行，可你也得明白，男人也希望有个人能在这家里跟他相互照顾呢。小梅没吭声，脸上露出一丝无奈。我心里清楚，她不是真想找个花瓶摆在家里，她就是想找个能懂她、支持她的人。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不是每个男人都能接受这种高要求的女性。在咱这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环境下，好多人心里还是默认妻子得在家庭里多分担点儿。相亲这事儿本就是个相互了解、寻找契合灵魂的过程，不能因为自己年纪大了点儿，就觉着能不管不顾对方的感受，提些不切实际的要求。婚姻是两个人的长征，得相互包容、理解，手拉手一起使劲儿。不能一方只管提要求，另一方只能咬着牙承受。我瞅着小梅，又想起这些年见过的形形色色的人，心里感慨万千。我相信小梅本心不坏，也没存啥恶意。她可能就是太渴望找到心目中的完美伴侣了，结果方法没用对，跟现实脱了节。再看男方，他也没错啊，忙忙碌碌大半辈子，谁不想找个能一起分担风雨、共享阳光的人呢？他可不想找个花瓶或者摆设回家，就盼着家里有个温暖的港湾，有个能和他一起为生活添柴加薪的人。所以啊，我想借着这事儿，跟所有在相亲路上奔波的男女说句话，千万别在婚姻里把自己捧成上帝，要求对方围着自己转，啥事儿都依着自己。要学会换位思考，将心比心，多去理解理解对方的需求，碰到分歧的时候，别觉得跟头牛似的，要懂得妥协，好好沟通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这茫茫人海中捞到那个真正与自己灵魂相契，能携手走过一生的伴侣。您瞧，这相亲市场的事儿，有时候就是这么让人无奈又感慨。像小梅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呢。就说前阵子还有个36岁的姑娘，在事业单位上班，工作稳定得很。她找对象，别的先不提，就要求男方得是本地人，还得父母双全，家庭关系和睦得像蜜里调油似的。为啥呢？她说自己从小父母离异，受了不少苦，就盼着以后嫁的人家热热闹闹的，没有那些家庭纷争。这要求乍一听也能理解，可您知道吗？在咱这城市里，本地人条件好的单身男士，那也是稀缺资源啊，好多早就成家立业了。他就因为这一条，错过了不少看着还挺合适的人。还有个姑娘，自己开了家小公司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她找对象，要求男方得有闲工夫陪她旅游，一年至少得出国2趟。她觉得自己平时忙生意，压力大得很，就想找个能陪她放松放松的人。可她没考虑到那些有能力、有上进心的男士，大多也在事业爬坡期，哪能轻易抽出这么多时间呢？结果相亲相了一圈，愣是没碰上合适的。
这些大龄女性啊，她们各有各的难处，各有各的追求，有的是被过去的经历影响，有的是被当下的生活状态束缚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在相亲的时候还是得脚踏实地一些，婚姻这双鞋合不合脚，只有自己知道。可要是连试都不愿意试，光瞅着好看、高档，那怎么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呢？咱再把目光转回小梅这儿，相亲失败后，小梅消沉了好一阵子。我瞧着心疼，就时不时给她打个电话，唠唠嗑。有一回，她跟我说，她仔细想了想那天的事儿，觉得自己确实做得不妥。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把事业上的那套强势作风带到了相亲里，没给男方留点余地，也没好好听听男方的想法。她说她想通了，以后再相亲，会试着改变态度，多去了解对方，不再一股脑地只提要求。听到小梅这么说，我心里可欣慰了。人啊，不怕犯错，就怕不醒悟。小梅能迈出这一步，就是好的开始。我跟她说，这就对了，以后再遇到合适的人，别着急下结论，先相处相处，看看彼此的性格、三观合不合得来。家务事这些也别一开始就划清界限，可以商量着来，说不定还能找到一起做家务的乐趣呢。又过了些日子，我这儿来了个新的男士资源，各方面条件都挺不错，人也实诚。我第一个就想到了小梅，给他们安排了见面。这次见面，小梅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不再是之前那个高冷强势的她。她主动跟男方聊起自己的工作生活，也耐心听男方讲他的事儿。说到家务的时候，小梅笑着说，我知道以前我想法不对，以后咱们可以一起商量着，谁有空谁就多做点，反正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小家嘛。男方一听乐了，直说小梅这性格直爽，招人喜欢。您瞧，这事儿啊就有了转机。虽说还不知道小梅和这位男士最后能不能成，但至少小梅这次走对了方向。这相亲路上磕磕绊绊在所难免，可只要能及时调整自己，保持一颗真诚的心，总会离幸福越来越近的。我在这婚恋行业摸爬滚打这么久，见过太多的悲欢离合，也深知每个人都怀揣着对爱情、对婚姻的美好憧憬。但这憧憬要落地，得靠双方共同努力。大龄女性在相亲时，别让那些所谓的高要求成了幸福的绊脚石，要学会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。男士们呢，也多些耐心，多些理解，说不定那个对的人就在下一个转角等着你。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相亲的旅程中收获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，开启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。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相亲红娘最衷心的期盼了。